轰炸乌克兰的后果，德国 IRIS-T 防空系统抵达乌克兰，俄军有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事件发生后，普京下令针对乌克兰城市以及基础设施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的大规模轰炸，而泽连斯基也借机表演悲情故事，从而促成了西方国家加速向乌军提供先进武器的进程。据美国战区专栏报道，德国国防部长最近表示，4套 IRIS-T 短程地空导弹系统中的第一套已抵达乌克兰。德国国防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对基辅和其他许多城市重新发射导弹打击基础设施，表明迅速向乌克兰运送防空系统是多么重要。IRIS-T 防空导弹系统的制造商表示，该导弹可以打击高度在2万米的目标，其最大射程大约为40公里，这可以在关键地点的周围提供中短程的区域防空能力。德国人认为这是最现代化的防空系统，将会使乌克兰政府能够保护整个城市免受俄罗斯导弹的袭击。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德国人提供的这套 IRIS-T 系统到底是一种多么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呢？其实 IRIS-T 是由德国主导的一种用先进短距空空导弹改装而成的防空系统。IRIS-T 是北约国家空军目前标配的空空导弹，这种近距格斗导弹主要用于取代北约部分国家所使用的老式的 AIM-9L、9M 响尾蛇空导弹。IRIS-T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近距空导弹之一，甚至具备击落莱西地空导弹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在 IRIS-T 空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了用于防空作战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通俗的讲，就是这款导弹从空导弹变成了地空导弹。IRIS-T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一般使用越野卡车作为其发射底盘，一辆卡车可以装载8枚这种防空导弹，导弹以垂直热发射的形式升空。IRIS-T 中近程防空导弹最牛的地方在于，它拥有红外阵列导引头，不仅探测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还很强，可以分辨出诱饵弹和真实的目标，其拦截能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强。由于它采用的是红外制导方式，因此能够以沉默的方式猎杀俄军的作战飞机。一旦乌克兰军队大规模地列装了 IRIS-T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那么将意味着什么呢？可能俄罗斯军队的战斗机和巡航导弹将难以突破其防空网。如果将这款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列装到一线作战部队，还可以为前线的作战部队提供区域防空能力，这将对俄军的空袭行动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军队现在仍然没有制空权，而西方呢正在规划让乌军以地制空，也就是通过大量部署先进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来获得国土防卫的制空权。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类系统，除了 IRIS-T 以外，美国还将提供一批 NASAMS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再结合乌军现有的残余的 S-300和3毛举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将会给缺少对地打击能力的俄罗斯空天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这里要注意一点，一旦乌军拥有了先进的防空系统，俄罗斯军队的空袭行动将会变得更不划算，因为发射远程巡航导弹打击目标的成本非常高，而这类由空导弹改装而成的地空导弹相对而言比较廉价。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俄罗斯最好的办法是列装射程在50公里以上的精确制导炸弹和空对地打击武器，这样才能够获得防区外的攻击能力，从而增加战场上获胜的筹码。
俄乌冲突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双方的先进武器的每一次入场，都将对战局产生影响。海马斯火箭炮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现在还要看德国的 IRIS-T 中短程防空导弹，以及同类型的由美国援助的 NASAMS 防空导弹所能够带来的新的作战能力了。这两种地空导弹，相比于中国的同类型导弹而言，可以说不值一提，因为将先进的空空导弹改装成地空导弹，几个大国都在做，而中国的做法可能更激进，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把一款空空导弹简单的改为地空导弹，而是给它配备了更强有力的火箭发动机，因此无论是射高还是射程都更大。尽管如此，德国和美国所提供的这两种比较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对俄罗斯而言依然构成了较大的威胁。那么，俄军面对这两款刚刚加入战局的新型导弹武器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